离开香港25年，时隔14年再度回到香港，带大家看看尖沙咀重庆大厦的便宜饭店是否如传闻中的恐怖。在我出生的钻石山与合理活广场，在经过了30年后，这些地方竟然完全没有改变，仿佛时间冻结一般，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是在香港出生的雷哥，带大家用结合了香港人与台湾人的特殊角度，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的香港跟我想象中、记忆中到底一不一样。大家好，我雷哥啊，而家喺度桃園國際機場。雖然出國唔係第一次，但係冇帶單車行李出國真係第一次啊！睇下啦，今次出國只有帶一個背包，就有啲唔習慣。平常旅遊同埋踩單車兩個對我嚟講係一模一樣嘅事，突然之間冇咗個單車，感覺有啲冇安全感啦。但係而家喺機場辦 check in 都感覺到。真係幾方便嘅，屋企出發唔使叫計程車，搭火車轉機場接運，唔使拎個大紙箱行到機場，直接辦 check in。已經有好多台灣人聽唔明我講乜嘢啦，甚至乎香港人都聽唔明我喺度講乜嘢。我記得好似係7、8歲就嚟到台灣啊，一直都講普通話，廣東話真係唔係講得幾好嘅。等一陣都係講翻普通話啦。好啦，現在講回國語，講話順口多了。今天等一下我們要飛往香港的班機是下午5點40分，比起之前都是搭紅眼班機的日本航班。今天我們來到桃園機場，雖然還是人潮滿滿，但是比起之前日本各個航點都要排隊2、3個小時，甚至都要衝上飛機的這種程度來講，我覺得今天算是好很多。甚至這一次因為有預先在網絡上辦理登機了，所以就有一條專門的通道，真的直接來到現場，2分鐘辦理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過海關。之所以這次會在春節時間回到香港做旅遊的話，有2個主要目的。第一個當然就是好好的玩，第二個當然就是為了準備接下來要去成都進行我們的西藏篇，有一些證件要辦，所以要親自飛到香港去做處理。其實也是有點百感交集，有很多小時候記憶熟悉的地方，譬如說維多利亞港啊、太平山啊，包含以前我住在地鐵鑽石山站附近的合理活廣場也還在。這一次也是滿懷期待，抱持着一個想要回去看一看回憶的心情，想要回去體會一下當初小時候的視野跟長大的視野，同樣的東西，這一次回去感觸會非常不一樣。用一種 vlog 的形式拍個1、2集出來，回味體會一下港式文化。雖然而家講得真係唔好，但係我都覺得我嘅香港人獨有嘅口音都有一啲啦。係唔係啊？剛好發現我搭的班機桃園國際機場 B1 的候機室叫做自行車的候機室。剛好我對腳踏車旅行世界地理有一些研究，上面這一塊我猜是格陵蘭。我覺得用零件組成世界地圖的這個是蠻有創意的。但是如果你把這一條軌跡想象成是單車旅行的路徑的話，就有點不太現實。基本上格陵蘭不太可能有辦法騎腳踏車。大盤所在的位置，這邊是達連地峽，不可能騎腳踏車。甚至連人走過去也都很困難。北美洲就相對正常一點，東西這一條路徑絕對沒有問題。南北的話，最北邊那邊是北極圈的普拉霍德灣，泛美公路的非官方路線。普拉霍德灣的戴德豪斯騎到阿拉斯加的 Fairbanks 的話，不是不可能，但是難度相當的高。大洋洲、澳洲的這一塊槽點就比較多啦，像中間這一條確實是有路徑通過艾爾斯泉的，但是走斜的不太可能，但是走環島外面鏈條的這個路徑是 OK 的。根據現在政治的情況，我所查到的資料，非洲的東邊會比較安穩一些。如果要去非洲旅行的話，難點就是政治、治安、疾病，通常只會想到埃及，其他的地方非常的陌生。最後就是在我身後的亞洲，雖然地圖變形的嚴重，但是我看路徑並沒有說到不可能。包含現在中間的這一條路徑，就是從北京再到歐洲的中心地帶，最後上面沒有裝外胎的那個車輪，那邊是葡萄牙的里斯本羅卡角。羅卡角也是歐洲大陸的最西端，而旁邊白色的地方就是大西洋。雖然礙於時間金錢，現階段我們沒有辦法實際去那邊旅遊，但是在網絡上查查資料，做做美夢，也是我平常喜歡做的事情。
而家翻嚟香港有啲懷念啊，因為我係1994出世嘅，細嘅時候仲係啟德機場，之後國小國中都有翻嚟香港，之後都係赤鱲角機場啦。然後這次回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辦證件嘛，剛剛也被海關小黑屋關了一陣子，這個我事前就知道了，因為我之前18歲成年領的證件，去年10月就過期了，後來有全新換發了一批，所以我在過期之後再回來。還可以一次性的使用，所以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去辦理新的證件。但是一環扣一環，對我重要的是，接下來要去西藏的旅行證件，沒有身份證就不能辦護照，沒有護照就不能辦前往中國的回鄉證。一環扣一環，每一環就算你用加急件的方式，都要5到6個工作天。所以我也不知道這一次來香港要旅行多久，看一下有沒有辦法用郵寄的方式吧。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那可能還要再找時間回來香港一趟。明天的事明天再說，我們今天首要任務就是要離開赤鱲角機場。大家都知道赤鱲角機場，香港國際機場是填海造陸而成的。按照常理來想，赤鱲角機場應該是沒有辦法用走路還是騎腳踏車的騎出去啦。好險，現在在我身邊沒有腳踏車，不然整天在想這個蠢事。後面就是機場快線，24分鐘就可以抵達香港九龍市區。觀光客先至搭機場快線啊，因為搭機場快線嘅錢呢係搭巴士嘅2倍。我都算半個香港人嘅，所以而家呢就唔搭呢個觀光客喺度搭嘅機場快線，今次就搭平嘅巴士去到尖沙咀。第一件事就係攞到一張八達通，八達通跟台灣的悠遊卡一卡通類似，找一下有沒有賣八達通的地方。有八通42蚊卡費嘅，每一套嘅，128蚊餘額 ，O 唔 OK？OK。好，咁170蚊咯 total，唔該你。唔該。喺機場食嘢都係有啲貴嘅，就忍一陣咯。等下去到尖沙咀好多好食嘅，出嚟玩就唔好想減肥啊呢啲事啦，先食咯。今天我訂的飯店在尖沙咀啦，尖沙咀算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大地區，最主流的就是 A21。找一下吧，雙層巴士梗係坐上面嗰一層啦，最中意坐喺第2層嘅最前面，但係而家排隊非常之後面，唔知道搶唔搶得到。雙層巴士也是香港的特色，所以我非常推薦第一次來到香港的人，不要急着去坐機場快線，因為你坐巴士可以再用青馬大橋橋上的視角去看到從機場進入到市區整個燈火通明的過程。最前面都坐埋人，就坐最後面咯。八達通下車要不要刷？好，香港翻咗嚟啦！因為現在是過年假期的原因，在我印象中的香港是更加擁擠、更加熱鬧。但是距離我上次回香港也已經超過10年了，所以我不知道是因為過年的原因，還是香港這幾年變化真的有點多。現在時間晚上10點，但是香港是一個不夜城，雖然是沒有想象中的多人啦，但是往前看。人還是蠻多的，但是沒有到水泄不通的程度。今天我們訂的飯店是重慶大樓的這一區，因為重慶大樓這一區的飯店最便宜。我訂到的是有個人房間，但是只要台幣700塊而已。今天也沒有什麼時間逛了，但是久違來到香港，雖然我平常不吃宵夜，但是今天來難得久違出來覓食一下。现在我们人在17楼，刚刚是坐电梯上来的，但是里面跟迷宫一样。虽然我们现在人在17楼，但是我刚刚坐电梯，感觉速度没有很快，所以我走路走下去好了。但是这一座重庆大楼也是比较偏脏乱，然后地板我也觉得油油的，所以我现在都是握着这一个把手，避免滑倒。对于一个成年男性来说，并没有到这么可怕啦，但是因为里面全部都是印度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女性一个人出来旅游的话，那我会觉得其他的选择可能会好一点。香港因为地狭人稠啦，小小的一个重庆大楼就可以塞着 A、B、C、D、E block， 但是没办法，香港就是一个可用的面积太少，地表又挤了一大堆人的城市，所以势必只能向上去争取空间。终于回到1楼了。
I booking in Agoda. हाँ भेज रहा हूँ रेडी है वो आ रहा 25 है केके का 25 चाइनीज संस काम भी proof है 30. yeah 30 give me that's one night right Yes. you go you understand English English okay. Chinese okay. This is block D Yes. left side E D or E my friend ground floor and you take this okay my friend go already down okay Okay. yeah you go down okay this way this elevator inside have lift block E down Okay. go down okay Okay. my friend waiting for you Okay. in downstairs Hey, hello.经过了9万18块，现在我们终于抵达了我们预定的双人房，跟图片画面差很多，但是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价位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房间，不如说有1个人的隔间可以让我这样子现场直接讲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带大家来参观一下香港的豪华单间。所以首先冷气有，后面电视也有。那后面这个双人床也有。那我们走进浴室来看一下马桶、洗手台，然后洗手台直接接着这个淋浴设备也是有的。想必台湾人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洗手台跟莲蓬头不能分开？为什么？就是因为空间有限，寸土寸金啊。我这个人比较大胆，但是我就不推荐家庭啊，或者说单身女性1个人过来住重庆大厦这边，地址跟接待的柜台不一样，结果走进接待柜台一看，是一个印度人，跟着指示按电梯下楼，又换到第2个印度人，走出重庆大厦，走到街区又交接到第3个印度人，结果最后的地址跟一开始预定的地址完全不一样。在柜台我没有问，也不知道是什么名目，多收了30块港币，算起来价格还是便宜啦，但是就不建议小孩啊，或者说女生1个人独自来重庆大厦这边住宿，因为确实是有点毛毛的。话讲完，现在已经11点了，现在我们人在尖沙咀，旁边就是维多利亚港，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太晚了，所以我们就单纯出去吃个饭，等一下回来直接洗洗睡啊。等一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路线啊、门牌啊什么的都拍照一下。以前我都是用 Google Map 回到饭店，但是现在我搞不好走不回来也说不定。顺带一提，现在台币、港币的汇率大概是4左右，所以现在你看到40块的东西等於台幣的160塊。哇，好貴啊！哇，真係貴啊！我記得上次翻嚟30蚊就有得食喎，而家感覺係 double 㗎。哇，白飯都要10蚊，40蚊台幣啊！你幾個？一個。你坐喺度啦，一個坐喺度啦。點了一個叉燒煎蛋飯，75塊港幣，然後再加上10%的服務費，加起來83塊港幣。83、84、32、320塊，一份晚餐320塊。雖然貴啲啦，但係真係好食㗎，有肥有瘦，正宗嘅港式味，長嘅味，一粒粒嘅，還有這個靈魂醬汁，真的，好吃。唔好意思啊，我八達通全食500。1358係嘛？係。OK 啦，多謝。多謝。旅行的最後就是要來根冰棒，比較有收尾的感覺。那麼問題來了，剛剛我是從哪邊出來的？台式火鍋放題，正宗台灣味道。我來看一下，碗式火鍋放題，然後還有手搖飲。看圖片確實很台灣，但還是那一句話。價格很不台灣，香港的收入大概是台灣的2到4倍啦，所以物價也是4倍合理，但就吃不起。全香港啊，在走樓梯過那些防火門的時候，真的氣氛就是像今天這樣子陰森，然後空氣中聞起來都有一種蟑螂的味道嗎？小時候都不敢一個人走這種通道，加上有時候這些燈都會一閃一閃的，蠻恐怖的，真的。
不动了，乖乖搭电梯。在睡觉之前，先来品尝一下这个利宾娜。我印象蛮深刻的，以前我们都是买那种玻璃瓶一大罐浓缩的，然后每次就倒一点点，然后冲水。那冲完水之后，我还会拿去冰箱冰一下，因为上次回来香港已经是10年以上了，真的很久没喝了，还是那个味，可以喝得出来是浓缩还原的果汁的味道，比较不像是我之前在日本旅行的那種比較天然嘅感覺。哇！但係好好飲啊 ！Who cares？ 而家我又捉住，花錢花時間，捱咩？小心喎！對，只懂得搶錢、搶愛情、搶男人，我就睇下你。刻印在 DNA 里面的背景音乐。转眼间就来到了第2天的早上，在香港住宿就是这样子，地方小到连窗户都没有，所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早上了。昨天睡得还算可以啦，大概有3、4个小时是有真的睡下去的。隔音很差，早上6点开始就被整理行李啊、聊天的声音给吵醒了，所以我讲话就不要太大声啦。今天也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今天要办的证件很多，还要跑2、3个地方，所以整个上午应该都是在办证件的過程，沒時間觀光。就先唔飲茶啦，睇到個價位好貴啊，就去樓下嘅澳門茶餐廳食一碗公仔麵咯，一碗公仔麵都要50蚊啊！一個 A 餐改出前1丁，所有煎蛋一定有噶啦，你要轉出前1丁，你要揀啲配料啊。咁沙爹，沙爹我轉出前1丁係嘛？係，最後一丁有900蚊喎。好。咁你要豬仔包多士啊，冇蘿蔔糕啊，牛油好多士係咪？係。咁你飲咩啊？凍奶茶。個香港嘅煎蛋真係好靚啊！在香港吃泡面一定要吃麻油味的，出前1丁，這就是香港道地的泡面。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算是泡面，因為出前1丁一定要用煮的，泡的好像泡不開，一定要是袋裝麻油味的出前1丁，才有來到香港吃公仔麵的感覺。早上食呢個湯麵好有精神。台灣午餐，多謝，多謝，拜。印象每次回到香港，在店内用餐的時候，態度都比較急吧。一進到店裡就有一種步調很快，然後一直在趕人的感覺。快啲坐啦，點餐啦，你唔掂佢要掂啊，食完就走啦，唔好企喺度啊的這種感覺。因為香港地方真的很小，你吃完就要趕快走，換下一批客人。但可能因為現在時間才早上7點，快餐店座位的客人就沒有這麼多，所以就沒有那種局促趕人的感覺。現在我們人在尖沙咀維多利亞港，等一下我們就是要前往對岸的港島灣仔去那邊辦證件。這邊我先簡單提一下香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香港主要由3大區域所組成。現在我們所處的香港最熱鬧的地帶，就是大家常聽到的旺角、尖沙咀、油麻地，這個地方我們稱為九龍。隔着維多利亞港，在九龍的對面，那個地方是香港的政治金融中心，我們稱之為香港島，就是上環、中環、金鐘。除了這2個地方，其他廣大包含郊區的地方，我們就稱之為新界。大部分台灣或者觀光客最有印象的就是九龍，包含港片裡面我們感覺到的氣氛，這些就是現在我們九龍所看到的。因為九龍的地方小，早就已經發展完畢了，所以印象中跟小時候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對我來說，改變最大的，每次回到香港都不一樣的，就是新界。國中回來、高中回來都可以看得到，好像又多了1、2條地鐵線。香港真的很小，所以大家看到往上的這些摩天大樓，就是沒辦法，一定要向上爭地。呢個就係香港嘅地鐵站啦，尖沙咀都有啲歷史啦，所以比起日本、台灣，感覺有啲污糟，但係都幾靚㗎啦。去灣仔，所以坐荃灣線去到金鐘，嚟到香港一張八達通就得啦。而家過年過站嘅聲都換成大吉大利。The train to Central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early.
而家坐完地鐵30年啦，冇乜變喎。請小心月台空隙，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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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坐習慣台北捷運的人一定會覺得，怎麼感覺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樣？不是國際大都市嗎？可是走進去，感覺有一些小髒亂。但是你知道這個在我小時候30年前對我的衝擊有多大嗎？城市裡面四通八達的地鐵，每一站還會有電子面板，不只有廣東話，還有英文、普通話。從香港搬到台灣的過程，衝擊真的很大。就我講話比較直接一點，從一個當時候國際的大都市搬到桃園的大竹，講一句不好聽的，就是小時候甚至有點瞧不起台灣，但也在後來慢慢了解台灣的文化，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偉大，並不是只有看高樓大廈。城市的建設，反而建設大樓可以隨着時間發展，但是一個國家的根基永遠是人民。後來就慢慢習慣台灣，愛上台灣，在小學畢業之前就已經完完全全變成台灣的形狀。大竹也早就從一個農村變成現在我買不起的樣子了。當然香港更加買唔起啦。咖喱魚蛋、魚肉燒賣10蚊，腸粉20蚊。哦，呢個平啦，香港好方便嘅，我覺得唔使坐的士啦。好，现在我们人在上环，证件的事情先告一个段落了，有没有办完？办到一半，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一样，一环扣一环。主要是我的香港证件在去年的10月过期，换了一批。现在我手上拿的是新办的临时的身份证，那临时的身份证是没有办法去办旅游证件的。现在是农历新年期间，不可避免的在228假期又要再回来香港一次了。这个我在事前就有料到了啦，抱持着一点点可能性，看一下有没有办法一次全部处理好。果然没办法，至少要来第2次。刚刚也是重复的确认询问，避免再来跑第3次。如果真的要跑第3次，距离4月的西藏篇可能就赶不上了。如果去年10月直接请假，证件还没过期的话，那就全部可以一次搞定了。人在香港港岛的上环，港岛是香港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高楼大厦。小时候看的也真的是头晕目眩。觉得非常的繁荣，尤其到了晚上，港岛点灯之后，又会变得非常的绚烂。今天的行程我还是想待在市区，就回去我以前居住的地方钻石山，回去看一下有什么改变啊，回忆一下，还有以前常常去的合理活广场。晚上跟香港的车友有约，就请他来带我介绍一下香港，来踩一下单車。而家翻嚟到鑽石山，後邊就係荷里活廣場。我覺得香港最沒特色的就是百貨公司，為什麼？因為幾乎每個地鐵站的上面都是百貨公司。大部分台灣人對於香港的印象也是購物嘛。我是比較偏戶外派的，對於購物沒有什麼興趣。但是合理活廣場是我兒時的記憶所在。在我的印象中，合理活裡面是有一間百家百家，但比起去這個合理活廣場，更多的日常所需都是在我們自己的社區龍騰苑裡面就可以解決了。台灣叫做頂好，香港我記得是叫做惠康。走進龍騰苑，按照着我之前的兒時記憶，慢慢來回味咯。哇！但係我都唔記得係邊一棟喎，係唔係呢度啊？係喎，商場。幼稚園嘅時候覺得好遠好遠，都唔敢自己一個人行嘅。但係而家長大咗好近喎，細嘅時候想嘔，但係屋企嘅人都唔俾錢嘅，冇辦法啦。幼稚園這間店我不確定有沒有換，但是之前是很常在這邊買蛋撻的。後面這邊我記得是有在賣文具店，但也是12、13年前的事情了。接着再繼續往後走的話，在我的印象中應該是有一個小小的噴水池。哇，仲喺度喎，但係都冇水啦。梗係啦，都30年了，小時候都在這個龍潭苑的商場度過。還記得以前從香港搬來台灣的最後一天，就是在後面的龍潭苑商場的文具店買了香港非常有名的玩具，就是會有保麗龍的飛機，然後你再組成機翼，然後就可以飛得比紙飛機還要遠。也因為是最後一天了嘛，所以家長就是無限制的要我們去買那一大堆的飛機，一整套哦，就對着這個噴水池飛，有些有飛過去，有些沒有飛過去，聽起來很像往水池裡面丟保麗龍。
容垃圾，但是以前也没有想这么多啦，幼稚园而已。时过境迁嘛，过了30年之后，这边也没有水了，但至少本体还在。虽然龙腾苑商场还在，但是真的收了蛮多店的。以前这边什么都可以買得到，不用專程去合理貨。雖然好多店都冇晒啊，但係香港嘅酒樓一定有嘅。哇，都冇晒啊！以前會在這邊踢球、打羽毛球，然後最怕的就是因為旁邊的圍牆很矮，所以把球踢下去，就是在這個小小的空間，在6日的下午擠滿一大堆人，然後打羽毛球還要畫線，一個人打一排，然後也沒有網，就是這樣子單純的互打。香港真的太小了，做什麼事情都很擁擠。哇！但是這一家還在，以前我就是在這邊買報紙的，但好像是雜貨店。有惠康還在，以前小時候很喜歡在惠康裡面買魚肉香腸跟午餐肉，長大之後反而魚肉腸不知道怎麼開，午餐肉覺得不好吃，也是啦，也不健康嘛。應該係呢棟啦，只記得以前係住喺30樓。哇，時過境遷，雖然已經忘記是哪一棟了，但是往上面看，這個30樓壓得喘不過氣的感覺還是一樣。以前放學的時間想要投到這個籃筐都不可能，所以我們都是在旁邊投這個小小的三角形。這2張桌球桌也跟以前一模一樣，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木頭的桌球桌配上這個硬邦邦的鐵網，就比較沒有打桌球的那種實感了。小時候當然不會在意這麼多啦，有的打有位置就好了。趁着現在四下空曠沒有人的機會，就來聊一下我現在的感想吧。有一個話題在我腦海裡面組織了很久，我不知道要怎麼講，也不知道該不該講。現在就來聊一下，可能會有一些隱晦，那聽得懂的人就稍微聽一下就好。以前我能夠自由活動最遠的範圍，就是下樓去到剛剛所看到的龍騰苑商場去買報紙，一份報紙是2塊。我還記得當時有一份報紙竟然賣到2.5塊，但是爸媽特別喜歡買那一份報紙，因為那份報紙特別厚，色彩特別的鮮豔。雖然是我買回來的，但是爸媽都不喜歡讓我看那份報紙，因為裡面充滿了暴力色情。小時候當然不懂這麼多，但是現在長大回來看，真的是非常前衛的一份報紙，什麼都敢做，什麼都敢拍，非常的受歡迎。某種程度來說，我認為蠻契合香港人的精神的。你會覺得有時候蠻沒禮貌、蠻直接的，但是很勇敢、很敢講。我是1994年出生的，我2個年代都有經歷過。我也認為，在我出生、成長的那個年代，是香港非常輝煌的一個時期。後續香港也經歷了很多大大小小轉變的時期。這個時候我就是在台灣透過新聞去收看了，也不知道我還有沒有這個資格、這個立場講這些話。單純的來抒發一下自己的感想，從以前在香港這邊出生，或者說長大，從台灣人當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我就是覺得香港人非常的勇敢，真的組織不出一個比較好的結尾。好吧，話就先講到這邊，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可以講到什麼樣的程度，在這邊也真的待太久了。那我們就在這邊附近稍微看看、逛逛，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有沒有這個膽量自己一個人進去試試看飲茶。以前飲茶想食大一啲、好一啲，就會去到鳳德商場，後面就係慈雲山，但係大佬遮住晒。哇！大家樂仲喺度喎，麥當勞都喺度。以前最平嘅甜筒，我記得係2蚊，8蚊一支都唔係好貴。維他奶，香港嘅飲品，23蚊6罐，買1送1。雪糕4支25蚊，台幣100蚊。出前一丁一袋5包。30蚊，幾平嘅噃！哇，呢個朱古力好懷念啊！以前食完呢個罐，我都可以玩好耐啊！台灣叫做黑咖喱，肉腸都係一樣，但係呢個頭嘅鐵環，而家我都唔知道點開。超市嘅價都可以接受嘅。這間麵包店也一模一樣。以前我很喜歡隔着這個櫥窗去看這些吃的麵包，但價格偏高。最常買的是蛋撻啦，然後裡面的蛋糕都是看着精緻，但是價格看到就不會想買的這一種。呢個就係酒樓，但係好貴，要等。我都想試一次，但係而家呢，先食呢個大家樂。個檸檬呢要篤一篤，篤
到去最下面。香港呢個汁真係好好食，香港嘅燒臘真係隨便揾一家都好食。睇下呢個雞髀，有啲乾，有啲柴，冇咁多汁。香港的特色就是燒臘，油的非常的好吃，瘦的也可以感覺到它那個辣皮的脆勁。相反，炸雞腿就是台灣的領域了，外皮酥脆，裡面多汁。剛剛香港吃的炸雞腿就有點乾乾的，53塊一隻大雞腿，叉燒飯，還有凍檸樂，天熱飲一杯凍檸樂，真係正啊！行前以為這一集香港之旅只是個15分鐘的短片，想說都離開了這麼久，早就忘光了吧？但拍着拍着，我發現自己對香港的記憶是如此的深刻，街景、公園、商鋪，就像水庫洩洪一般，有了一個開頭，情感便噴湧而出，毫無預警的變成了一部長片，所以就改用旁白濃縮梳理一下情緒。小時候跟着家長去雙鳳街街市，我很討厭裡面的腥味跟濕濕的地板。印象中公園裡的腳底按摩只有2排，也沒有旁邊的欄杆輔助，踩過去超級痛。比起我在台灣小學桃園的變化，香港的九龍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一走進合理活廣場，小時候總是調皮的走中間的階梯，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中間的階梯都沒有人走。商場地板的顏色我很肯定沒有改變，因為小時候總是看着地板玩着不能踩到格線的遊戲。日本相關的店鋪都是這一次回來才有的，相比改變的地方，沒有改變的地方更令我感到不可思議。走進玩具店，最後面的玻璃櫃竟然還是擺着過時的兒童相機，另外一邊也還是擺着電子機與怪獸對打機，櫃檯旁邊一樣是透米卡跟鋼鐵模型。甜筒則是從2塊漲到了8塊。台版的和味道我知道縮水了很多，港版的這一次我回去沒有買，不知道還是不是維持着料滿滿的狀態。遊戲城因為年齡的限制，小時候我只有成功溜進去過幾次，這一次回來多了很多日系的音遊，但餃子老虎機、賽馬機也都還在，玩的人還不少。換錢的櫃檯也沒有更新，一樣是走以前的工業風格。你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驚訝，那我們換幾間試試看。這一間一樣是遊戲廳，進門還是那幾台挖土機，只是我記得以前挖的是糖果。櫃檯還是那一種丟代幣換獎品的形式，推幣機、氣浮桌球的機台完全一樣。保齡球1/4的輪盤賭博機還在，但是換成了電子式的。小時候我有遠視，那個時候的眼鏡還是在這一家同樣的位置配的。甚至在現在 AI 的時代，唱片行也都還活着，日系的唱片一樣是放在遠處的角落。只是鑽石山現在多了地鐵的屯馬線，但是這一次我想要回味以前乘坐的雙層巴士，所以我打開手機查到了11號巴士可以回到尖沙咀。其實小時候也已經有地鐵了，但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時候巴士便宜一些，所以我印象中也蠻常搭巴士的。我最愛搭2樓最前面的座位，在以前的雙層巴士會有一個反射式的潛望鏡，可以看到2樓。以前很調皮，我都會從那個潛望鏡反向的去看到司機，然後就會被罵。現在當然全部換成監視器跟熒幕了。九龍市區的巴士真的超級繞，超多紅綠燈，比地鐵慢多了。但是忽略掉理性層面，感性卻波濤洶湧。黃大仙總站、九龍塘、宋皇臺的籃球場，就連加油站、消防局都能勾起我的回憶。看着 Google Map 找到一個最近的站點，隨意下了車，穿過這一座公園就可以回到尖沙咀。長大才知道，這裡原來叫做九龍公園。香港，尤其是九龍，真的是太小了，小到隨便走到一個地方都有兒時記憶的痕跡。有空地就打羽毛球的香港人，在同樣的位置賭着撲克牌的人，一個足球場裡面有幾十顆足球在裡面飛舞。走着走着，我甚至連這一條小路秘境都有印象，到底是為什麼？走進九龍公園，我終於找到了答案。小時候比較調皮啦，我都走旁邊，以前只是單純去，在幹什麼都不知道。長大之後才知道這邊叫做九龍公園。幼稚園什麼都不知道啦，大嶼山、赤辣椒、東涌，幾乎全部的地理知識都是在地鐵的路線圖，但地鐵路線圖往往會變形，距離也感覺不太出來。這個也是我記得以前幼稚園頂多拉到倒數第2個，這個就是我說的30年都沒有改變。哦，我知道啦，呢度有泳池，所以我才對剛剛那條路這麼有印象。因為以前香港要游泳，真的就是要跑來這邊。
终于知道为什么之前骑脚踏车旅行的时候脚阿基里斯腱会痛了。现在右脚之前一直提到的右脚是 OK 的哦。来到香港走路才走2天，现在变成没有做正波的左脚那一只脚又有感觉了。之前骑脚踏车骑5岭都没事，也是长大当兵体检我才知道，原来我有扁平足。但是之前当兵体检的医疗人员都没有说什么，就是你是不是有扁平足？我就说我不知道啊，还是进去当兵了。之后是每次有脚伤去做物理治疗或者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说你是不是有扁平足？你应该要穿足弓袜才对啊。之前不懂就觉得扁平足只是脚底板比较平而已，不会有什么影响。后来才知道原来也跟走路的缓冲作用有关，走路比较没办法走得那么持久。还好我不是跑马拉松、爬山、健行，是骑脚踏車，騎腳踏車就還好了啦。我1個4號，唔該。哇，呢個正喎，睇下聞就聞到一啲塵味啊！靠近维多利亚港高级商场，夜景映入眼帘。今天的尖沙咀有办活动，本来想说沿着岸边走一走，看看夜景，但走着走着就被栏杆人流卡住，怎么样都走不到星光大道，很符合我对香港的印象。香港太空馆以前我都叫它大菠萝，尖沙咀的天星码头以前有时候会跟着家长坐船到中环，小时候没有 Google Map， 地铁的路线图就是我全部的地理知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坐船，但是家长带我坐船，我就觉得坐船好好玩。时间也不知不觉来到了晚上7点半，是与香港车友相约骑单车的时间。事前我并不认识这位车友，但是香港人就是这样，很真、很直接、简单的一问一答。要不要骑车 ？OK， 这样就算约好了。反正我这一趟行程就没有预定计划，让在地的香港人领骑导览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没想到久违的摆脱单车来一趟旅行，单车还是追着我跑。在香港片的第2集，我们就让在地香港车友 CK 来带领我们看看香港岛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大屿山郊区、迪士尼乐园以及將軍澳的靠岸大橋。我是雷哥，让我们下集影片再见。我係雷哥，我哋下一集再見啦。